这里是湖南郴州的小东江。这里山清水秀，尤其是这里的雾。这就是这里的独特景观——雾漫小东江。今天我们离开了高一岭，房东用自家的小车给我们送到了小东江，车费只要了我们60元钱。我们订了景区里的民宿，所以房东派车把我们接了进去。高一岭和小东江距离非常近，一般2个地方都一起玩。拍给他们家吧。民宿的位置非常好，就在小东江景区里的2号观景台。到达这里的时候是下午3点多，休息了一会儿，我们准备去江边转一转。小东江景区的门票是80元。通常小东江的门票是当日有效，但是房东建议我们4点以后进来，门票第2天仍然可以用。买这个门票主要是在这个江边2公里的栈道游览，另外走累了还可以坐上面的景区交通车。我们现在来到了江边的栈道，这里真的是山清水秀，江水非常的平静，倒影非常清晰。小东江可以算是个避暑的胜地，因为这里的江水常年只有10摄氏度，走在江边都可以感到江水浮上来的冷气。为什么看似酷热的天气里，而江水只有10摄氏度呢？原来这个江水的上游是一个水库，而这些水是从水库的底层流出来的，而底层流出来的水都是冰凉的，常年只有10摄氏度。这条江边栈道大概有2公里长。江面上时不时的有几艘小船，这些小船和船上的渔夫应该是专供游客欣赏的。渔夫撒网也是这里的特色景观。这里的江水保护得非常严格，非常干净，没有垃圾，也没有游船。小东江最著名的景色是这里的雾。每当临近傍晚和第2天的清晨，江面上都浮出了一层雾。这是因为江水很冷，早晚温差大，自然形成的奇特景观。
走了将近2公里，这一段江面的雾越来越重。真的很漂亮，这就是雾漫小东江。渔民又开始表演撒网了。这个撒网每天傍晚和清晨每隔半小时都有。看看慢动作，好像每一次渔夫撒网都撒3次。现在这里的游客很少，几乎是为我做了一场专场表演。现在6点多了，渔夫准备收船了。又往回走到了2号观景台，这里的雾也很漂亮，还可以看到一点点晚霞。真的非常美，这就是住在景区里的好处，傍晚没有人。我们住在的2号观景台这个民宿其实也很便宜，100多块钱。晚餐吃的东江鱼很好吃。第2天6点半，我们就来到了江边。早晨的雾好大，已经有不少景区外的人坐头班车进来了。表演撒网的渔民也准备开工了。小东江的晨雾每天都有。看看早上江面的雾气，很像水墨画，又好像是仙境。渔民开始表演撒网了。再来一次。都是拍照的快门声。照例每次撒网都撒3遍。在江边走一走，弥漫着晨雾。每隔半小时都开始撒网。雾漫小东江和渔夫撒网，每天都吸引来很多的游客。
也算是这里独特的景观。不知不觉1个多小时过去了，太阳也从远处的山上升了起来。多美的一幅画啊！小东江其实还有其他一些景区，但这次主要来看雾漫小东江。结束小东江之旅后，准备去郴州附近的莽山五指峰。五指峰也是好几个网友向我极力推荐的，一起去看看吧。在郴州高一岭的时候，接到了广西的一个邀请，担任一次活动的海豚观察员。我将同当地的一些旅行达人一起深入中华白海豚的故乡三娘湾，去探索钦州白海豚的秘密。我们一行从南宁直接走高速来到了钦州的三娘湾。来三娘湾之前，我还特意去做了一次核酸检测，以保证行程的安全。这是我们入住的三娘湾的白海豚度假酒店。酒店环境不错，就在三娘湾的核心海滩区域。正值傍晚，准备去海边走一走。这是三娘湾的海滩，我也是第一次来钦州的三娘湾。三娘湾目前是国家4A 级景区，也是广西的10佳景区之一。这里是中华白海豚的故乡。我有一个梦，像雨后彩虹，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。还有一种爱，穿越了人海，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。你的呼吸越靠越近，将我抱紧。我睁开双眼，想你在身边，无所谓永远还是瞬间。紧闭上了眼，你却又浮现，带我远离寂寞的边缘。忘了是非，没有伤悲，无怨无悔。我拥抱着爱，当从梦中醒来，你执着的等待，却不曾离开，舍不得分开。在每一次醒来，不用再徘徊，你就是我最美的期待。三娘湾景区主要是由碧海、沙滩、奇石、渔村、渔船、中华白海豚而组成。我睁开双眼，想你在身边，无所谓永远还是瞬间。紧闭上了眼，
你却又浮现，带我远离寂寞的边缘，忘了是非，没有伤悲，无怨无悔。我拥抱着爱，当从梦中醒来，你执着的等待，却不曾离开，舍不得分开。在每一次醒来，不用再徘徊，你就是我最美的拥抱着爱，当从梦中醒来。目前的三宁湾景区是免费的，这里食宿也非常方便。从海滩散步回来，回到酒店，今天晚上吃烧烤。品种还是非常丰富的，香味扑鼻。先尝几串试试。据说今天晚上还安排了烟火表演。第二天吃过早饭，我们前往钦州中华白海豚科普馆。这个科普馆就在三宁湾，准备在这里学习一下有关白海豚的知识。碰巧这里上午有一场钦州海豚城市文创产品的上线启动仪式，还送了我们每个人一件海豚 T 恤。北部湾蕴含丰富的生物资源，是中华白海豚最后的栖息地，而钦州因为有白海豚的存在，会变得更有活力。这是开幕式揭幕仪式。接着我们开始参观，听讲解员讲解钦州白海豚的一些故事。海平面上升，多被困在海里面的白海豚就得以离开，随着温热的洋流来到了我们的北部，成为这里最早的拓扑者。白海豚身上的颜色从小到大是一直变换不停的。小的时候，白海豚是灰色的，然后由灰变白，而且有一些斑点。成年海豚很多时候看上去是粉色的，那些纯白的海豚基本就是老年个体了。为什么成年海豚看上去是粉色的呢？讲解员是这样说的：白海豚呈现粉红色。的居民说，看到粉色的白海豚就是桃花运来临的象征。那么海豚呢，首先它不是鱼，它是生活在海洋里的哺乳动物，它有一段漫长的不可再现的或者叫不可重现的演化历史。那现在我们知道海豚是哺乳动物，那么为了更好的了解海豚，那么你们知道哺乳动物有几个特点？最大的特点，胎生哺乳，用肺呼吸，有毛发，这是它的特点。那很奇怪的是，你们看见过海豚的毛发吗？应该没有，大部分人都看不见。能发现这张照片里有多少只海豚吗？这是赵老师在给我们分享白海豚的故事。应该有6只，六只，应该有6只，对吧？而且这个好在哪儿呢？好在它不同颜色，所有的颜色都在这一张照片上体现出来了。你看有灰花的，有灰的，有深灰的，接近黑色，有白花的，有白色的。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年龄结构的显现。现在我们目测来看，它大概2岁到3岁之间，受了很严重的伤，脖子上有一道深深的勒痕，肉翻开，血一直流，然后背鳍被切掉了一半，
说实话，这对青州来讲是一个巨大的难题。你们知道，在浅水填海施工和在深水完全不一样，对吧？那时候青州还是相对落后的一个地区，正在要发展的时候，没有钱啊，但是大家都在努力的过程中，所以那个时候下这么一个决定，对青州是一个很大的难题。渔民，但是特别厉害，他们在能见度好的时候，可以看到5公里以外的海豚。赵老师的讲解栩栩如生，特别是他提到了钦州的一个3吨港口，还有一个海上公路。这条海上公路将钦州分为2边，一边可以发展经济，发展港口工业，另一边可以保护白海豚，发展旅游业。这条3吨港口的海上公路目前是个网红公路。参观完海上公路，回程我们又去了一个西荔湾。像这种朴素美丽的海湾，在三宁湾一带还有好几个。周边有不少人都利用假期过来放松休息一下，吃吃海鲜。据说三宁湾这边吃海鲜最好的季节是10月，还有个生蚝节。这边的海滩娱乐项目丰富，沙滩其实还可以，很多人游泳。明天就是令人激动的时刻了，我们要出海去看白海豚。